今天我们收到一个快递案件，案发现场在宿舍门口，一个同学等快递等了1周，快递终于到了。可是他说了一句奇怪的话，太好了，我到底收到等了1周的快递了。你听出这个句子的漏洞了吗？这里不是不能理解，但是中文听起来不自然，因为这个开心的结果不该用到底，它更需要另一个词。终于，今天我们就来破解这个案件，为什么等了很久的东西到了？要说终于，不是到底。现在轮到你来破案。先打开案件档案，案件名称：快递等待乌龙案。案件关键词有2个：终于、到底。这2个词都可以放在动词前面，所以很多学习者会觉得它们意思差不多，但是线索一出来，差别就很明显。终于看的是等待之后的结果，到底看的是问题最后的答案。一个像松了一口气，一个像还在追问真相，这就是本案的关键。第一条线索是等了很久。如果一件事你等了很久，盼了很久，最后它真的发生了，中文常常用终于，比如你等快递，你等朋友，你等考试结果，等到最后结果来了，你心里会有一种感觉，太好了，终于来了。所以终于的背后常常有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可能很长，也可能有一点麻烦，但最后你想要的结果实现了，这时终于就是正确线索。现在我们把核心规则贴到证据板上。规则1，经过等待、努力、担心之后，结果实现了，用终于。规则2，想问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，或者事情真相是什么，用到底。规则3，想表达毕竟还是的意思，也可以用到底。但是注意，开心地说一个等了很久的结果，不用到底，要用终于。现在我们来看证据板例句。先看终于，每一句都有一个等待的过程，也都有一个实现的结果。例句1，我终于收到快递了。这里说明我等了很久，现在收到了。例句2，他终于回我消息了。这里说明我一直在等他的回复。例句3，我们终于找到教室了。这里说明找教室的过程可能不太顺利。再看到底，他常常像侦探在问，最后真相是什么？例句4，你的快递到底到了没有？这里是在追问最后结果。例句5，你到底想买什么？这里是在追问真实想法。例句6，他到底是室友还是同学？这里是在问真实身份。还有一种到底，他有毕竟的意思。例句7，他到底是我的朋友，会帮我的。这里不是在问问题，这里是在说，毕竟他是我的朋友。现在真正的对比来了，同一个快递场景，换一个词，感觉就变了。先看错句，太好了，我到底收到等了1周的快递了。这句话的问题是，前面说太好了，后面应该表达开心和放松，可是到底让人感觉你还在查结果，好像你还没有完全确认，所以语气不搭。再看正确句，太好了，我终于收到等了1周的快递了。这句话很自然，因为终于把等待、期待和结果连在一起，它的感觉是我等了很久，现在愿望实现了。这就是破案关键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常见错误现场。很多学习者会把到底当成英文里的 finally， 这是本案最大的误会。英文里说 finally， 中文不一定都用到底。如果你想说等了之后，结果来了，中文多半用终于。比如，错，我到底写完作业了。对，我终于写完作业了。因为你想表达的是，写了很久，现在完成了。再比如，错，电影到底开始了。对，电影终于开始了。因为你等的是电影开始，它开始了，你松了一口气。但是到底也有自己的位置。比如，你的快递到底在哪儿？这句话很自然，因为你在追问真相。最后，我们给你一个侦探判断法，以后看到终于和到底，先别急着选，
先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这件事是不是等了很久，最后实现了？如果是，用终于。第二个问题，我是不是在问最后的结果，或者真正的原因？如果是，用到底。第三个问题，我是不是想说，毕竟是这样？如果是，也可以用到底。所以，快递到了这件事，重点不是追问真相，重点是等了很久以后，结果实现了。答案就是，我终于收到快递了。现在，轮到你来破案。请大家暂停视频，用终于或到底填空，并且放在正确的位置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来公布答案。现在我们来总结本案。终于和到底都很常用，但是他们看的线索不一样。终于看等待之后的实现，比如我终于收到快递了。到底看最后的答案和真相，比如你的快递到底在哪儿？所以本案的错句应该这样改。错句是，太好了，我到底收到等了1周的快递了。正确说法是，太好了，我终于收到等了1周的快递了。记住这个判断，等到结果，用终于，追问真相，用到底。现在给你一个评论区挑战，请用终于写一句话。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终于实现的小事？比如，我终于早起了，我终于看完这本书了，我终于收到快递了。把你的句子写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检查哪个词才是正确线索。今天的语法案件就破到这里，找到错误，修正句子，说得更像中文。我们下一个案件见。